受到岛国地理气候影响的日本，从古至今就一直发生许多灾难，所以日本的先民们就把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看作是妖怪们在作祟。然而，在日本北海道的某一处，却有着一个先民们既崇拜又尊敬的人偶传说。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在日本最北部的第二大岛屿北海道的空知少数者万念寺里面，供奉着一个娇小玲珑的人偶，而这个人偶身穿深红色的日本和服，留着一把秀丽的头发以及淡白色的面孔，它就是阿菊人形 Okiku。根据当地的习俗和传说，日本的大小家庭一般都会把人偶当成装饰品摆放在家中，而这个阿菊人形 Okiku 却是日本最为诡异的人形娃娃，因为它的头发在很久以前竟然自己变长了。然而，经过科学家验证，这个人形娃娃的头发并不是线、假发等东西所做成的，而是使用真人的头发。所以，这个恐怖的消息一传开，震撼了当时的北海道居民们。如今，这个人形娃娃已被安置在万念寺里，并由某名法师看管着。1918年，在日本的岛屿北海道上，有一个17岁的男生，名叫铃木永吉。当时这个男生难得有机会到日本海军的展览场去参观，于是他便在附近的商店橱窗上看中了一个人形娃娃，并买下了它。随即，他打算送给自己2岁的妹妹当做礼物。铃木永吉回到家后，就马上把这个蘑菇头的日本人偶送给了他最疼爱时年2岁的妹妹铃木菊子。果然，妹妹一拿到这个人偶的时候就爱不释手了。自此，每个晚上，菊子就会抱着这个日本人偶一起睡觉。直到第2年的1月初，3岁的菊子突然发起高烧，其家人用尽任何方法都不能让妹妹退烧。就这样，妹妹不幸病逝了。当时悲伤万分的铃木永吉只好将妹妹菊子的身体火化成骨灰，并把那个人偶放置在同一个箱子里，希望这个人偶可以永远陪在他妹妹的身边。不久之后呢，铃木永吉就被应召入伍到日本军队。临行之前，他把存放着人偶和妹妹菊子骨灰的箱子寄存在万念寺。时光飞逝，铃木永吉于1961年退伍，当时的他已年过60，于是他便前往万念寺领回之前存放的箱子。然而，诡异的事情才正要发生。当时的他在主持面前把那个箱子打开，但箱子里的状况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人形娃娃的头发竟然自己变长了，甚至长度到了该娃娃的腰，而其面貌也变得与离世的妹妹菊子有几分相似。如此这般诡异的事情，让铃木永吉和家人都深信是妹妹菊子的灵魂附在了娃娃身上。后来，铃木一家人都搬到了别处，但他们却不想带上这个娃娃。虽然他们相信是妹妹的灵魂附在了娃娃身上，但这样的现象乃神灵之事，心里总感觉毛毛的，所以最后决定将娃娃摆放在万念寺供奉。至今，这个人偶 Okiku 的头发仍然是会继续生长的，而万念寺的法师会定期在每一年的3月期间帮这个娃娃举行整法大会，也就是进行了拜祭仪式后呢，修剪娃娃的头发，以免它过长。在日本文化中常见的人形木偶一般都是日式发型和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子，而这种人偶文化源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在很久以前的古代日本武士家庭的女儿每当出嫁之时，都伴随着一个当地的风俗，也就是将意味着消灾解厄的人偶作为嫁妆，让自己的女儿带到夫家去。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人偶是有灵性的，并且充满着某种诅咒与怨念，所以家里的人偶一般都不会摆放得太久，有时用完之后就会直接收起来，或是送到附近的寺院神社去供养起来。根据在日本做过的一个调查，原来大多数日本人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日本人偶，所以在很多日本惊悚电影和民间恐怖传说中，日本人偶都会出现且成为最显眼的主角。而这些日本人偶的特征就是会自己慢慢移动，或是在半夜流泪，发出诡异笑声等等。
曾经，日本一家电视台在进行有关人偶的灵异直播节目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时画面中的人偶娃娃竟然面露扭曲的表情，还一度弄到直播现场受到不明讯号干扰，因而拍出来的图像都模糊不清。最可怕的是，当时跟节目相关的5个人先后发生了意外去世。而这个事情让日本娃娃成为了日本灵异节目的忌讳，从此没有相关人士敢再讨论这起诡异的事故。然而，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 Okiku 娃娃，日本当地许多学者纷纷给出了他们的解析与猜测。根据资料，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制作娃娃的头发时，工匠会把一根长的头发分成2则，同时置入。假设娃娃头发的长度是10厘米，就需要准备25厘米左右的头发，并在其头顶部的中央用丝线环扎，接着用这个胶水粘接起来。但是随着胶水慢慢的硬化脱落，整根头发就会偏离头顶，从而伸展出去，因此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头发会自己慢慢变长。由于人偶的灵异杀伤力很大，所以很多日本人会选择将自家的人偶送到寺院和神社去供奉。在日本某处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偶神社，它就是位于和歌山县的蛋岛神社。而且在这个小小的神社当中，就摆放了2万多个日本人偶了。从神社的一角看去，上下层都是满满的日本人偶。根据传言这个神社的地下室还侍奉着一些极为邪恶的怨灵人偶。每当夜里，他们就会自己流泪、张嘴，甚至唱起歌来。那么，除了日本人偶，这间神社还有大量的狸猫公仔。每年的3月3日，也就是日本的女儿节，蛋岛神社的女主持会举行一场很盛大且特殊的仪式。他们会将日本人偶全部放到小木船里，然后让他们随波漂流到河中。这样做的用意是让人偶把女儿们的晦气带走，祈愿破厄消灾。不管是被供养还是用来祈福的日本人偶，都是有其一定的文化价值。虽然多少会感到一丝的恐怖但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日本的人偶神社里看看哦。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先告一段落，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我们下期见喽。位于吉隆坡旧把生路的 Danau Perdana 学校，自2005年便荒废至今。据说是因为校园的墙上出现裂痕，无法让学生安全上课，因此校园被有关当局关闭。虽然被废弃的原因与灵异事件无关，可是此校园已经有传出不少灵异事件。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间学校是被一位女鬼霸占。传言指这个女人是学校的清洁工人，然而她竟然在怀孕期间在厕所自己堕胎，不幸身亡。